大家好，我是短毛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圣千金的13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上回说到李幼八有惊无险的战胜了结鬼，然后作者也是很懂观众想要看什么呀，剧情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就直接开始决赛了。由天才女高中生、革命级本乡鸡奶对阵本作的人气王、爆裂功夫娘李幼八。你别说啊，鸡奈这个打比赛时候的发型真的是越看越顺眼，单边刘海加丸子头束发，比他常态时的学生妹妹头感觉更多了一丝成熟的气息啊。而另一边，李幼八选手你在干什么呀？他不仅表情相当的惊悚，还做出了奇特的造型，一直在大叫着。原来啊，这是哑巴子祖传的恶趣味。以前阿飞和武士打比赛的时候就做出过类似的鹤拳动作，不过当时他对这个动作的解释是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单纯做着玩的，基本上是用来扰乱对手心态的挑衅动作啊。此时场下的一华又在讨论李幼八的实力，花奈兰补充了一些关于杀戮武斗会的设定。作为一个相当老字号的李格斗团体，有很多业界的知名人士都是从这里打拼出来的。虽然这个组织现在属于是中等梯队，但是曾经也达到过辉煌的巅峰啊。所以身为组织冠军的李幼八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啊，姐姐？至于杀戮武斗会的规则，也是要比其他组织来得更危险，也就是不禁止选手下死手啊。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过几次致命的事故，但是光听着就有够吓人的了。另外，杀戮武斗会的选手流派众多，各种近现代格斗技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比起天马他们组织的小混混格斗，那可是要专业多了。而李幼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用古老的中国武术以碾压的姿态坐上了冠军的宝座。这样一番分析过后呢，两个人都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李幼八和鸡奈一样，都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型选手啊。你差不多得了，这个李幼八怎么还越整越起劲呢？虽然他的动作活灵活现、灵动又不失可爱，但是这个样子跳来跳去消耗体力真的好吗？不过当事人却解释道：“哎呀，我一直都是在用这种战法了。我们流派的拳法那讲究的就是一个身心合一啊。”这虽然李幼八热情的邀请鸡奈一起学习功夫可一向开朗的鸡奈也不免露出了敷衍的表情，说道：“下次有机会再给你学吧。”此时上一轮的败者凶人姐妹也前来观战，大姐直言李幼八的实力那是相当的深厚，切不可被他的表象所迷惑。那么话说至此，双方准备就绪，鸡奈做出了只有主角才享有的专属姿势悟空跳而李幼八则是像只应激的小猫一样，不断的在发出低吼。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双方选手居然都选择按兵不动鸡奈的架势偏防御就不说了，而李幼八好像是会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战术，像和结贵对战时的那种偷袭手段，和鸡奈打的时候应该就派不上用场了吧。人群中的天马也感叹李幼八的经验实在是老道在比赛开打之前，他曾经找李幼八私聊过，天马直截了当的提出要给比赛加码，只要李幼八打败了鸡奈，除了那500万的赏金天马这边还会额外提供100万的赞助费。李幼八一听到有钱了，那人都瞬间变可爱了不少。他很是好奇，那个鸡奈不是天马旗下的人吗？为什么要鼓动自己去击败他呀？于是乎天马开始讲起了生意经，如今自己的团体才刚起步，其实不需要像鸡奈这种拥有绝对统治力的选手，他的存在会大大的降低比赛的精彩程度，从而导致团体衰败。如果继续放纵鸡奈这样打下去的话，他就会成为搞坏生意的那颗老鼠屎哇，天马，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居然说自己的老婆是老鼠屎不过嘛，现实就是天马需要借助李幼八之手，好好的来调教鸡奈一番，让他受一点挫折，一切都是为了让格斗团体继续发展壮大下去李幼八呢，在这个行业混迹已久了，他很清楚天马的良苦用心，同时他也看出了鸡奈身上存在的弊端。鸡奈的实力固然强劲，但他不是成为招牌选手的最佳人选
会议完毕过后，李欧巴猛地就突进上前，基奈的反应也是快的逆天，在对手的手腕还在翻转，没有形成拳头的时候，他的防守就已经就位。不过这一拳还没打中就戛然而止，一切都是李欧巴在诱导。此时一股陌生而又极为刁钻的剧痛从基奈的下方传来。踩脚趾啊，看着都痛！李欧巴，你他妈的是3岁小孩吗？完全都不给我吐槽的机会。李欧巴紧接着就对基奈展开了追击，不过他的直拳重击被基奈用后仰化解了伤害。就这样，李欧巴死死地踩住了基奈的脚面，让他一直处于一个进退两难、不方便闪躲的姿势。李欧巴自己则是摆开架势，连续打出了夸张的顺拳攻击。场下的2位大姐头此时都看傻眼了，哇，这比电影里面的功夫还要牛逼啊！那肉眼都无法看清了。但是下一秒更为逆天的来了。我靠！我就知道啊，基奈这个小妮子，那完全就是开了挂嘛！他在活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还准确无误地闪开了所有的打击，反倒是李欧巴这边打了半天，把自己是累得够呛啊！不好啊！趁着李欧巴喘息的间隙，基奈突然就打出了一招反击刺拳，正中了李欧巴的面门，一直被压制的脚面也随即得到了解脱。不过还好啊，这拳打得并不重。李欧巴捂着鼻子暗暗叫苦道：自己的武术是强调一招一式的，刚才那种连打属于是熟练度不高的组合格斗技了。但即使是这样，基奈居然躲开了所有的攻击，这说明他的反射神经已经凌驾于正常的人类了。不过嘛，只要奇袭成功了，之前付出的代价那也就值得了。什么？基奈的脸上虽然察觉不出任何的感情波动，但是他的小腿已经因为疼痛而在不自觉的颤抖，脚面上肿起了一个巨大的血包啊！这看起来是骨头都被踩断了吧？看来李幼巴之前的那记正脚可不是吃素的，隔壁小刘看了都要馋哭了。这招我也会啊，那怎么比赛的时候不给我用啊？此时场上的局面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李幼巴虽然是汗流浃背喘息个不停，但是现在他无疑是处于优势的那一方啊。而基奈这边还没来得及发力，就先损伤了一员大将，那气得他是马上就进入了杀气四溢的状态。那么这场将会决定组织命运的比赛，接下来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哎呀，先别管那么多了，基奈，赶快把你的脚拿过来啊！哎呀，让我咬一口，我来帮你把毒血都吸出来吧。本话结束。